5亿多年前的深海底部，趴着一条最不像样的小虫，它只有一根火柴那么长，身子软得像一片泡在水里的菜叶。它没有壳，没有牙，没有爪，连一对能看清楚周围的眼睛都没有。那时候的海洋早就挤满了披甲带刺的家伙，有的顶着一身厚壳，有的背上排着一列倒钩，有的前面伸出2把带刺的大钳。这条小虫夹在中间，就好像一件被人穿旧了的薄衫，随手一撕就烂。按当时海里的规矩看，它就是大自然做坏了的一件残次品。它不咬人，不设防，也跑不出多远。它一辈子做的事只有一件躲，可偏偏就是它，一路逃，一路躲，一路把命捡了回来。它的后代最后变成了你，变成了我，变成了地球上所有长着一根脊梁骨的动物。你今天能坐直，能抬起头，能望向天上的星，靠的就是它当年为了保命，硬生生在背上撑出来的那一根软绳子。而这件事真正离奇的地方还在后面。地球活了46亿年，可前面整整40亿年，海里的生命几乎一动不动，它们一直停在肉眼看不见的单细胞状态，泡在水里吸一点养分，分裂一次，再分裂一次，没有壳，没有嘴，没有神经，也没有一丁点想变的念头。40亿年是什么概念？你把地球的一生写成一本300页的书，前面270页翻过去全是同一句话，没有新东西。偏偏到了5亿4千万年前，只用了短短几百万年，那一群没名没姓的小东西突然之间就炸开了，眼睛、外壳、牙齿、腹肢、消化道、神经锁几乎在同一段时间里一起冒出来。今天地球上几乎所有动物的门牌号都能在那几百万年里找到。慢的时候，慢到40亿年不挪一步；快的时候，快到几百万年就换了一个世界。这就是这件事最扎人的地方。到底是谁在那一刻按下了开关？讲到物种怎么变，第一个绕不开的人是达尔文。你可能以为他对自己那套东西信心满满，其实不是。他晚年一版一版地改物种起源，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就是寒武纪。他那套说法的骨架很简单，变要慢慢变，一点点的小差别被环境一代一代的筛上千万年才筛出一个新样子。要是这套说法天衣无缝，地底下的岩层就该像一本排得整整齐齐的相册，越往下越简单，越往上越复杂，中间一张一张的过渡照片都该在。但是地层给出的答案正好反过来，寒武纪以下的老岩层干净的吓人，翻来翻去几乎找不到一具像样的复杂动物。可一进到寒武纪那一层，披甲的、长眼的、带刺的、长着精密复眼的，密密麻麻，一下子就把石头塞满了。这就好比你手上有一本人类科技史，前面400页，一页一页教你怎么钻木取火，怎么削一根木毛，怎么把兽皮缝成衣裳。翻到第401页，突然全是宇宙飞船的制造图纸，中间那几百页没了。达尔文自己在书里认了这件事，他写得很老实，说这个反常族已推翻他一生的心血。你可以想一想那种滋味，一个人花一辈子搭起一座房子，然后亲手在自家墙上刻下一句可能把房子推倒的话，他当年只能先把这块石头按住。他说，也许是记录丢了，也许寒武纪之前的生命都太软，死了就烂在泥里，什么印子都没留下，只要一直往下挖，总有一天挖得到。这个说法撑了半个世纪，撑到1919年被一次意外撞碎。那一年在加拿大落基山的半山腰，一支地质考察队在碎石坡上停了起来，有块黑色的页岩挡了路，带队的人弯腰去搬，顺手一敲，石头裂开，裂面上密密麻麻全是远古海洋生物压出来的影子。那个地方后来叫布尔吉斯页岩。问题就出在这里，石头里的东西全是寒武纪的复杂生物，一句比一句怪。
有的头上顶着5只眼，有的嘴里长着一圈朝内的牙，有的干脆像一台被人拼错了顺序的机器。你把它们一片一片排开，就好像有人替你翻开了另一个星球的物种名册。这些石头替科学界钉死了一件事：寒武纪那场爆发不是错觉，不是记录丢了，而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一次大跃进。几百万年摆在地球46亿年的账本上，连眨一下眼都算不上。就在这一眨眼里，一片安静的像死水的浅海，变成了一个人人互相追杀的复杂世界。那到底是什么在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一定有一股外来的力量插过手。其实不必想的那么玄，你把时间线拉长，把每一次大灾难摆到桌面上，会看到一条很冷酷的规律。大自然从来不奖励舒服，舒服的日子永远逼不出新东西。一片又暖又稳的海，只会让单细胞一直吃，一直分裂，一直不想变。要它变，就要断它的后路，而且要断得干干净净，断到不变就死。接下来的故事就是5道断后路的坎，每一道都差点把生命清空，但是每一道都在灰烬里留下了一份礼物。把时间倒回24亿年前，那时候的地球，你可能以为一直是个温暖的港湾，其实完全不是。当时的大气里几乎没有氧气，塞满了甲烷和二氧化碳。整颗星球就好像一间盖得死死的花房。你要是能站在那时候的海边，你看到的天不是蓝的，是一片发橘发红的浑色；海也不是蓝的，是一层浓得化不开的绿。天和海之间没有一只鸟，没有一片叶，没有一声虫叫，整个画面死气沉沉，就好像一颗还没睡醒的星球。海里泡着的单细胞全部都是厌氧的，它们不需要氧气，也怕氧气。它们在那片温吞的浅水里稳稳当当地泡了10几亿年。但是就在这段最太平的日子里，海里出了一个变数，一种叫蓝细菌的小东西，靠着漫长的基因突变，学会了一样全新的本事——光合作用。它开始拿阳光去拆水，把里面的能量收进自己身体，顺手把一堆副产品排到周围的水里。那份副产品就是氧气。一开始没人当回事，因为当时的海水里溶着大量的铁离子，氧气一冒出来，立刻就被铁抓住，结成氧化铁，一层一层沉到海底。我们今天开采的绝大部分铁矿，就是那段日子在海底一层层压出来的。你可以把那时候的海水想成一块巨大的抹布，氧气再多都被抹布吸干净，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抹布是会吸饱的。几亿年过去，海里的铁离子被消耗到一干二净，新冒出来的氧气再也没有地方去。它们先把海水灌满，然后一路顶出水面，涌进整个大气层。地质学上把那一刻叫大氧化事件。你要弄清楚一件事，对当时海里那些厌氧的老住户来说，氧气不是生命之源，是毒气。活跃的氧原子腐蚀性极强，一碰上厌氧细菌的细胞结构就往里钻，把膜撕开，把遗传物质剪断。这是一场没有一个角落躲得掉的全球性化学污染。大批早期生命就这么烧没了，一批一批的死，一片一片地空。这是地球生命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清洗。曾经把整颗地球当自家客厅的厌氧菌，从此被赶到最不见天日的地方。它们有的沉进海底最深的淤泥，有的钻进地下的岩缝，有的干脆躲进别的生物肚子里。到今天，它们的后代还只能待在肠道里，或者泡在沼泽底下的黑泥中。它们没有灭绝，只是被永远赶出了舞台中央。但是大自然最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毁灭和重生从来都是一起来的。那场要命的毒气清洗，反倒替后来的复杂生命留下了一份很贵重的礼物。有另一批单细胞，在那种要命的压力底下，硬是变出了抗氧化的本事。先是学会把氧气挡在外面，接着更进一步，学会把氧气抓过来用。
它们进化出一整套用氧气烧食物的代谢方式，也就是有氧呼吸。你要知道，有氧呼吸出来的能量效率比无氧呼吸高出10几倍。这就好比大自然把一台老掉牙的蒸汽机从生命身上拆下来，换上一台爆发力惊人的内燃机，油箱里还灌满了高标号的航空燃油。后来的动物要甩尾巴，要收缩肌肉，要在神经上跑信号，要养一颗特别烧钱的大脑，全部都得靠这台机器。所以那场毒气清洗，一边把老住户扫地出门，一边给新住户塞了一台发动机。礼物是收下了，但是怪就怪在这里，既然连氧气这种高级燃料都摆上桌了，为什么之后又过了10几亿年，海里的生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单细胞，还是吸一口分裂一次？这一段长得离谱的空白，学界有个很不客气的叫法，无聊的10亿年。答案很扎心，因为燃料是够了，可日子太好过了。那时候的海水温合适，养分够用，一个细胞单打独斗就能吃饱，谁也没必要跟谁绑在一起，风险低，回报稳，改变反而是最亏本的买卖。整条演化的齿轮就这么被舒服2个字硬生生卡在了单细胞这一格，把它撬开的不是海里的事，是脚底下的事。大约在7亿多年前，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都挤在一块儿，拼成了一整块巨大的超级大陆。那时候的陆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光秃秃的岩石直接对着天，就好像一整片火星表面。然后这块大陆开始裂。你可能觉得大陆裂开无非是地震和火山，真正要命的是另一件安安静静的事。大陆一裂，岩浆撑开缝，无数条新的海岸线暴露出来，大量新鲜岩石第一次淋到雨。更巧的是，裂开的那些碎块正好飘在赤道附近，那是全球雨水最多的地方。于是一台巨大的抽风机就这么被打开了。岩石的风化你可以这样理解，雨水从天上落下来，一路溶掉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变成带酸的水滴。水滴打在新鲜的岩石上，把里面的元素冲出来，顺手把碳锁进碳酸盐，再随着河流冲进大海，沉到海底压死。二氧化碳越锁越多，大气里那层保温的被子就越来越薄。地球开始降温，降温本来不算什么，但是它撞上了一个刹不住的循环。白色的冰雪会把阳光弹回太空，气温一降，2级的冰盖就往外长一点。冰盖越大，弹走的热量就越多，热量越少，地球就更冷，更冷。冰盖又往外长，这就好像一脚踩下去的油门，中间根本没有刹车，冰线一路往赤道推，推到最后，整颗星球被裹进一层厚厚的冰壳。这就是地质史上大名鼎鼎的雪球。地球，你别把它想成一场普通的寒潮。当时赤道的海面上结出了厚达1000多米的坚冰，最烈的赤道阳光都打不穿，全球的平均温度掉到零下几十度。那时候的世界就好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没有浪拍岸的声音，没有风掠过水面的声音，所有地表活动一起停摆，从南极到北极，从浅滩到高山，整颗星球白成一片，像一颗在宇宙里慢慢飘的巨大冰球。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这场冰封到底严到什么地步，学界到今天还在吵。有人说冻得彻彻底底，连赤道都封死，也有人说赤道还留着一圈开阔的水面，像一层没冻实的冰泥。不管是哪一种，对海里的生命来说，日子都到头了。原来在暖水里晒着的单细胞，一下子被关进一个又黑又冷的牢笼，阳光进不来，光合作用停摆，冰壳把大气和海水彻底隔开，海水一天比一天缺氧，慢慢变成一潭死水，养分被吃到一干二净。对那些小到看不见的生命来讲，这不是难，这是没有退路。就在这种绝境里，单细胞做了地球演化史上
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决定。他们放弃了单干。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原来各自在水里飘的细胞在黑暗里开始往外放化学信号，它们循着彼此的信号靠过去，用柔软的膜贴住对方，最后融在一起。这不是简单的挤成一堆，这是一次真正的结构重组。当成百上千个细胞连成一体，奇迹就来了。他们发现抱成团之后，整个群体的能量消耗反而降下来了。更妙的是，细胞之间开始出现分工，外层的一批变硬，专门挡冷、挡冲击；内层的一批被护在里面，专门分泌消化酶，处理那一点点抢来的养分。还有一小撮干脆不吃了，专门管繁殖后代。这就好比原来一个人在荒野里自己找吃的，自己守夜，自己烧火，突然拼成了一个分工清楚的小村子，有人守门，有人做饭，有人管娃，整个群体的活命概率一下子翻了好几倍。这一次为了保命而做的妥协，直接砸开了那道卡了40亿年的门。单细胞第一次交出了自己的自由，甘心变成一个更大生命体里的一颗零件。这就是多细胞生物最早的雏形。你或许会以为这是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其实不是。这件事大自然磨了足足几千万年，在一个完全封死的黑屋子里，用活不下去这3个字一点一点逼出来的。所以你看，冰把所有的路都冻死了，但是也正是这层冰第一次把生命冻成了一个整体。只是活着还不够，抱成团的他们贴在挤出海底热泉的旁边，靠那一点点冒出来的热量吊着命，一吊就是几千万年。他们缺的是一顿真正的饱饭，而那顿饭正在冰壳上面一点一点被憋出来。冰封的那几千万年看上去是个死局，海底黑得彻底，多细胞的小团块缩在热泉附近，上面压着几千米厚的冰，下面泡着缺氧的死水，中间一动不动。但是地底下的岩浆没停过，那层厚厚的冰壳其实相当于一个盖得死死的高压锅盖。地球内部的热量一直在攒了几千万年，只进不出。大约在6亿3500万年前，锅盖顶不住了，海底成千上万座火山几乎在同一段时间里连片喷发，上千度的岩浆撕开深海的地壳，一路顶向头顶的冰层。岩浆碰上冰，一瞬间就是接连不断的蒸汽爆炸，海水沸腾，火山灰和二氧化碳跟着一起冲破冰盖，成片成片的灌进大气层。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飙起来，那层保温的被子重新盖回地球身上，气温开始暴涨，几千米厚的冰川被烤软，一块一块崩塌，顺着地形往下滑。你要知道，一块几千米厚的冰川动起来是什么概念？那就好像有人在陆地上推了一台不讲道理的推土机，宽度按公里算，一路碾过去。所有在几千万年严寒里冻脆了的岩石，在这台推土机底下连一点抵抗都谈不上，整片整片的山头被削平，坚硬的岩石被硬生生磨成极细的粉。那种粉有个名字叫冰川乳，它里面塞满了钙，还有铁、磷、钾这一堆矿物质，融冰变成滔天的洪水，混着泥沙，混着那身粉，形成了一场全球规模的泥石流，源源不断地灌进海里。原本清澈的海水被搅成一锅又浑又稠的化学浓汤。对陆地来说，这是一场浩劫，但是对在冰底下饿了几千万年的多细胞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桌满汉全席。海水里的钙浓度冲到历史高点，酸碱度整个翻了个面。那些原本只能捡一点碎屑度日的小东西，开始毫无节制地往肚子里塞。吃饱了的生命第一次撞破了微观世界的尺寸天花板，它们开始变大，大到肉眼能看见。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里居然没有一个捕食者。这段又肥又太平的日子叫埃迪卡拉纪，大约从6亿年前开始。你要是能潜进那时候的浅海，
你会以为自己进了一座没设防的花园，水里没有追逐，没有撕咬，没有一张能张开的嘴，海底铺着一层厚厚的菌毯和藻类，就好像一张铺到天边的绿地毯。早期的多细胞生物就一片一片趴在那张地毯上面。有一位最出名的摊在泥上，是一块扁扁的椭圆，表面一圈一圈往两边分的纹路，边缘像烙好的花边。它的名字叫狄更逊水母，但是它跟水母半点关系都没有。说白了，它就是一块会呼吸的地毯，靠整个身体表面直接吸海水里的养分，旁边还有一些插在泥里的叶片状生物，一根梗撑着，随水流轻轻晃，就好像一盆一盆摆在水下的盆栽。这些邻居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嘴，没有消化道，也没有一根像样的肌肉，它们不需要饭就摊在皮肤外面，泡着就能吃。所以那场差点把海洋搅烂的泥石流端上桌的，其实是生命的第一顿大餐。这份太平维持了差不多3000万年。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日子多好，但是在演化的账本上，躺平从来不是奖励，是一条死胡同。谁都没有防御，谁都没有速度，谁都没有眼睛。只要有一个成员突然想通了一件事，这座花园就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烧成灰，而那个念头已经在某一条虫子身上悄悄冒出来了。先看看那时候的日常，所有生物都靠皮肤吸营养，谁也不碰谁。你趴你的，我趴我的，地毯很厚，够所有人吃。3000万年，没有一场架。变数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基因改动。某一群多细胞生物身上本来只是为了多一点吸收面积，皮肤上凹下去一个小坑，这个坑没有停在表面，它一点一点往身体里面延伸，越陷越深，最后打通成一条贯穿身体的盲管。地球生命史上的第一张嘴和第一条消化道就这么长出来了。这张嘴一开，整座花园的规矩就废了。长了嘴的那位很快发现一件事，与其辛辛苦苦在水里滤那点碎屑，不如直接啃海底那张铺满营养的菌毯。啃完菌毯，他抬头看了看旁边趴着的邻居，又软又厚，不会跑，不会躲，也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惦记。对整座埃迪卡拉花园来说，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那些岁月静好的叶片状生物，一夜之间从住户变成了免费的自助餐。没有眼睛发现危险，没有肌肉转身逃跑，没有壳挡一挡，几百万年，一座曾经铺到天边的绿地毯，被啃到只剩下石头上几道模糊的印子。太平没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才能不被吃掉？而这时候，海水刚好还是那锅冰川冲出来的浓汤，盖多到过分。生物在拼命吃、拼命尝的同时，也在被动地吞进大量矿物质。矿物质在体内积多了会出事，必须往外排。就在这个往外排的过程里，有一批生命解锁了一样足以改写整部演化史的本事。他们不再把多余的钙随便丢掉，而是用特定的蛋白质当模子，把钙一点一点沉在皮肤外面，堆成一层坚硬的碳酸钙。科学上把这件事叫生物矿化，原理一点都不玄。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原本光着膀子的士兵，捡起地上的石灰，一层一层往身上抹，抹到最后，抹出了一整套刀砍不动的铠甲。这条路一旦走上，就没有回头的可能，因为壳带来的不只是防御，有了壳，你才敢往水流更急的地方去找食，才不怕被礁石划破肚皮。这等于一口气把整片海洋更深、更急、更远的地盘全部对你开放。当时最早动手的那位，长得像一根一根套在一起的小管子，一节比一节细，虫子把自己柔软的身体缩在里面。它的名字叫克劳德管虫，翻成大白话，它就是地球上第一批让自己盖房子的住户。它背上一块一块分解的甲片，从头到尾压得整整齐齐，像一只倒扣着的鞋底，被2条纵钩分成3条。
它的名字叫三叶虫，说白了，它就是一座会走路的防御堡垒。所以第一张嘴咬碎了3000万年的太平，但是它咬出来的是地球上第一件盔甲，只是这件盔甲从穿上那天起就在收账。先说说穿甲之后的好日子，壳一硬，被吃掉的概率一下子掉下来，海里迅速变成一间大型兵工厂，人人都在往身上加料，但是账单很快就来了。壳是钙，钙很重，拖着一身重装备，动一下都要多烧一份能量。更麻烦的是，壳把身体裹住之后，原来靠皮肤白吃海水的路也堵死了，你必须自己动起来去找饭。于是身体两侧一对一对的附肢被硬生生逼了出来，附肢连着肌肉，肌肉连着神经，神经还要把左右两边的节奏对齐。生命从随水漂变成了能在海底自己爬，这就好比一根原本泡在水里的浮标被装上了履带和马达，变成了一辆能自己开出去的装甲车。所有人都能爬之后，事情就变味了。原来大家挤在同一片军毯上，各吃各的，现在人人都能主动挪窝，抢的就不只是食物，还有地盘。第一批专职猎手出现了，防御的一方也开始把资源全部堆进壳和刺里，压力从对付冷、对付饿变成了对付身边的同类。但是你要是真的潜下去看一眼，会觉得整个场面荒唐的不行，因为在那片战场上，所有人都是瞎子，整个深海一片漆黑，猎手不知道猎物在哪儿，猎物也不知道猎手在哪儿，两个家伙擦身而过，谁都不知道对方存在过。那时候的捕猎全靠碰，靠触须扫到，靠身上的感觉，锚捕捉水流里那一点震动，靠运气，撞对了就吃一顿，撞错了就白忙一天。这种效率低得可怜的乱战，反倒维持住了一种很奇怪的太平。你可以叫它盲人式的和平。也正是这种全靠摸的日子，把神经系统硬生生逼上了台。要靠触觉活命，感觉细胞就得更密，信号就得更快，处理信号的那一头就得更集中。一条初步的中枢神经，一张越铺越密的感觉网络，就在这段黑暗里成型了。所有的零件其实都齐了，有能量，有身体，有附肢，有神经，有一张已经能处理信号的网，只差最后一样东西，一个能收光的接收器。而这个接收器正在一只三叶虫的头皮底下一点一点长出来，它一睁开，整片海的规矩就要重写。事情的起点小得离谱，在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基因复制里，一只三叶虫的头部皮肤细胞出了一点小差错。这个差错没有让它长出更厚的壳，也没有让它多一对腿，它只是让那一小片细胞开始合成一种对光特别敏感的蛋白。一开始那就是头上一小块能分辨明暗的斑，它只知道这边亮那边暗，仅此而已。但是就是这么一小块粗糙的感光斑，把一样全新的东西塞进了地球的生物圈——光。在这之前，海里所有的信息都靠水转，水转的是气味，是震动，是化学分子慢慢飘过来的那一点提示，都很慢，都很近。光不一样，光每秒钟跑30万公里，一只生物能感知的范围一瞬间从贴身几厘米扩到几米，甚至几十米之外。自然选择立刻就扑了上来。接下来的几十万年里，那块光斑一步一步往里凹，凹成一个杯，杯口一收，它就能判断光是从哪一边来的。杯口继续收，收成一个小孔，影子开始变清楚。到最后，有的三叶虫干脆拿海水里的方解石替自己磨出了一颗颗透明的矿物晶体，一颗一颗排成阵，装在眼睛表面。地球上第一双真正意义上的眼睛就长在这些石头似的家伙脸上。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安德鲁·帕克给这件事起过一个很响的名字——光开关理论。这里要说清楚，
这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说法，认为眼睛的出现是点燃寒武纪大爆发的那根火柴，但是它到今天仍然只是众多解释里的一个，不是定论。可不管你信不信这套解释，眼睛带来的碾压是实打实的。当别人还在黑暗里靠触须一寸一寸摸的时候，这只三叶虫已经能在几米之外把猎物的位置锁得清清楚楚。这就好比在一群赤手空拳的瞎子中间，突然走进来一个带着夜视镜的猎人。被盯上的那位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起被看见的。原本被摸成平面的世界，一下子被拉成了立体的猎场。恐慌是从这里开始滚雪球的。第一只眼睛睁开之后，压力像水一样漫过整片海。你要么也长出眼睛，要么就永远是别人盘子里的菜。在大约100万年的时间里，视觉器官像一件突然铺开的新装备，在几乎所有类群里同时冒了出来，从只能分明暗的单眼到几千个小眼拼成的复眼，从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影子到能分辨轮廓、方向甚至色彩。整片安静的海底变成了一个没有死角的透明战场，谁看得更远，谁反应更快，谁就活得下去。从那一刻起，弱肉强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白纸黑字写进了每一个物种的生存条款里。而这份看上去最残忍的礼物，也把所有物种一起往前狠狠推了一把。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多人第一次听会觉得说不通。按照最朴素的理解，物种要变出一个新器官是极难的事。你要多长一条腿，多长一只眼，多长一副颚，就得从零开始凑出成千上万种全新的蛋白。这么算，几百万年根本不够用，连零头都不够。事实上，大自然比我们想的要省事得多。面对这场突然砸下来的生存考试，生命根本没有重新发明零件，它掏出了一套早就藏在细胞里的东西，一组叫同源异形基因的开关，也就是常说的 Hox 基因。这套东西怎么理解？换个身边的说法你就懂了。它就好像一盒乐高积木，外加一张组装图纸。积木本身没什么稀奇，还是那些块，可你把图纸上的顺序改一改，同一堆积木，这次拼出一辆车，下次就能拼出一架飞机，零件一点没换，换的只是拼的顺序。Hox 基因扮演的就是这张图纸，他自己不去造肌肉，也不去造甲片，他只负责发指令，告诉某一段身体上的细胞，你这一节该长一对足，你那一节该长一片腮，你头顶这一块该长一只眼。所以当生存压力突然拉满，远古动物根本不需要花几千万年去等一个全新的器官从零冒出来，它们只需要在繁殖的时候让图纸上的排列稍微挪一格，图纸上一点小改动，落到身体上就是一次大变样。背上一下子多出2排刺，身侧一下子多出几对划水的桨，这已经不是慢慢磨，这是照着模块表快速组装。这话听起来太夸张，所以要拿实验来做实。有研究团队做过一个很有名的试验，他们把控制老鼠眼睛发育的那个关键基因取出来，硬塞进果蝇的胚胎里，塞进那一小片本来该长腿的细胞，结果果蝇的腿上真的长出了一只眼睛，而且不是老鼠的眼睛，是一只结构完整、能感光的果蝇复眼。这个实验说死了一件事，老鼠和果蝇外表差到天上地下，可命令身体长眼睛的那句底层指令居然是通用的。这套通用的底层代码早在寒武纪之前就已经躺在细胞里了，它只是一直没有被这么疯狂地调用过。等到捕食、逃跑、抢地盘的压力一起压上来，这套工具箱才被彻底翻开。大自然拿着那盒积木一遍一遍地试错，一遍一遍地重拼，凑出各种在今天看来完全不讲道理的造型。这就是那几百万年里形态能炸开成那个样子的真正原因。你要是能潜进当年那片海，你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海洋，
你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间开着门的车间，里面摆满了半成品，有一位头上顶着5只往外鼓的眼睛，前后左右几乎没有死角，身体前端伸出一根长长的软管，管子末端夹着一把布满尖刺的钳。他平时把软管垂进海底的泥沙里翻找，夹到东西就往回一送，塞进底下的嘴。这位的名字叫欧巴宾海蝎，翻成大白话，它就是一根装了夹子的软吸管，外加5只到处乱转的哨兵眼。还有一位更离谱，他的背上竖着2排又长又尖的硬刺，肚子下面排着一列细细的触足，走起来一晃一晃。他的名字叫怪诞虫，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当年科学家第一次把它复原出来的时候，把上下装反了，还把前后认错了，让他顶着一排刺当腿走了很多年。他为什么要在背上插这么一排刺？答案很直接，因为背后随时可能扑上来一张嘴，刺就是账单，谁咬谁付。而真正坐在那条食物链顶端的是另外一位。当时海里的生物平均只有几厘米长，他一个人能长到1米多。他的头前面挂着一对分节的大爪，爪上排满倒钩，嘴是一圈套一圈的环状口器，像一枚立起来的菠萝圈，闭合的时候能把硬壳直接咬开。他还长着一对当时全世界最大最清晰的复眼，能在很远的地方锁定目标。他的名字叫奇虾，放到那个年代，他就是羊群里的一头暴龙。只要海水里晃过他的影子，一整片生物都会四散奔逃，水里会泛起一阵慌乱的骚动。有了它坐镇，整片海被拖进了一场停不下来的循环。你今天进化出更硬的壳，我明天就进化出更利的钳，我明天钳子更利，你后天壳还得更厚，一轮又一轮，谁都不敢停。而这场竞赛真正残酷的地方，不在于谁咬得赢谁，而在于他给每一个人开了同一张账单。装甲要钙，钙得吃进去，还得天天拖着走；钳子要肌肉，肌肉要氧气，氧气要更强的鳃和更快的循环。眼睛更贵，一双眼后面连着一大片神经，那是全身最烧钱的部件。你身上每多挂一样装备，每天的伙食标准就要往上抬一档。于是很多物种开始做同一件事，割肉。有的把消化系统压到最简，少1寸肠子就少1份开销；有的把繁殖器官缩到最小，把腾出来的空间全部塞给肌肉和甲片。他们把手上所有的点数全部加在同一个方向，更硬、更利、更大、更凶。在当时看，这是唯一的活路，因为规则已经写死了。停在原地就是别人的晚饭，慢半拍就是别人的晚饭，舍不得投这笔钱还是别人的晚饭。但是竞赛一旦开动，它改的就不只是身体，还有整片海的样子。原来的海底铺着那层厚厚的军毯，就好像一层密封的地板，把泥沙盖得死死的。捕食压力一上来，事情变了，躲在上面躲不掉，就往下钻。第一批会挖洞的动物出现了，它们竖着往泥里打，一挖就是10几厘米。这一挖，那层封死了几千万年的地板被翻开了，氧气和水第一次能渗进海底的泥里，泥里的养分也第一次能翻上来。整个海底从一块闷死的板子变成了一块透气的海绵。这一层没人注意的变化，等于凭空又开出一整片新地盘。有了新地盘，分工就更细了，有的专门在水里滤食漂浮的碎屑，有的盯在原地伸出触手，有的贴着泥面爬，有的干脆离开海底游到水中层去。第一次，海洋有了上下分层的食物链，有猎物，有猎手，还有猎手的猎手。这些事在化石上都留了字据，石头里能找到那些垂直往下打的洞，能找到被啃出缺口的壳，甚至能找到壳上一个个圆圆的小孔，那是被别人钻穿的痕迹。你把这些证据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当所有玩家都把点数加在同一条赛道上，这条赛道就会变得越来越挤，也越来越贵。走到后来，赢家和输家的差距不过是甲片厚了半毫米，钳子多长了2颗倒钩。而就在人人都盯着盔甲和钳子的时候，有一条谁也懒得看一眼的小东西，正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点数加到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去。那条小东西就是我们开头讲的那位，他趴在寒武纪的海底，长不过5厘米，半透明，像一片泡在水里的柳叶，周围全是顶着厚甲挂着倒钩的重装怪物。他什么都没有，没有碳酸钙的外壳，没有能反击的钳，甚至连一对像样的眼睛都没有。你在沙滩边随手捞起来的一条小鱼苗，个头都比它像样。它的名字叫皮卡虫，翻成大白话，它就是那个年代海里最没排面的小可怜。摆在奇虾面前，它连塞牙缝都嫌薄。但是皮卡虫绝对不是一件失败品，它身上藏着的是大自然最精妙的一步棋。当所有物种都把点数往物理防御和重火力上堆的时候，皮卡虫一点都没往那边加，他把所有天赋全部压在了一个字上：跑。这一压得很有道理。厚甲确实能保命，但是它有一个躲不开的毛病，重而且贵。当三叶虫拖着一身石灰质的壳在海底慢慢挪的时候，皮卡虫选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为了跑得快，它索性连壳都不要了。可只减重是不够的，海水的密度很大，你想在水里窜出去，光轻没用，你还得有能爆发的肌肉和一根能撑住这股力的骨架。软趴趴的虫子发力，力都散在身体里，一使劲就缩成一团，根本走不了直线。皮卡虫的解法是在身上装了一根别人没有的东西，它的身体前后贯穿着一条又韧又有弹性的软棒。这根棒子科学上叫脊索，说白了，它就是一根压不扁的弹簧。棒子两侧是一排一排排的整整齐齐的 V 字形肌肉块。这套系统怎么工作，你一想就明白。当水流里传来一点异样的震动，皮卡虫不需要抵抗，也不需要转身，它只要交替收缩两侧的肌肉，让身体贴着那根弹簧左右一摆，整条虫就像一根上了弦的鞭子，唰的一下弹了出去。它不用交盔甲的能量账单，省下来的力气全用在速度上。更妙的是，身子软，它能钻进礁石和海绵之间那些窄得离谱的缝里。那些体型大、转身慢的重装猎手，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口到嘴的肉从自己的爪子底下溜进石头缝，消失在黑水里。而这场一逃就逃了几百万年的日子，逼出了真正决定性的那样东西。为了跑得准，它的神经必须和那根脊索绑在一起，越绑越紧，信号越传越复杂。一条为了逃命才长出来的神经索，最后成了整套中枢神经系统的地基。这里要说句实在话，学界对皮卡虫的确切位置一直有讨论，它未必就是我们直接的那位祖宗。更稳妥的说法是，它是我们目前能摸到的最接近脊椎动物起源的代表之一。但是那条脊索代表的路线确确实实一路走了下来，后面的故事你大概能猜到，可它比你想的要长得多。那条软棒一点点被骨头替换，变成了脊柱。它的后代先在浅海里变成没有下巴的原始鱼类，只能靠一张圆口在泥里吸。再往后，鳃上的一部分骨头挪了位置，撑出了一副能开合的颌，第一口真正的咬合出现了。有了颌，鱼从被吃的变成了吃人的。再往后，一部分鱼把鳍练成了能撑起身体的4条腿，硬着头皮爬上了干裂的陆地，变成最早的两栖动物。它们熬过了2叠纪末那场几乎把地球清空的大灭绝。它们在恐龙脚底下夹着尾巴过了1亿多年，昼伏夜出，靠夜里活命。它们等到一颗小行星砸下来，等到天空暗下去，等到那批巨兽退场，然后它们上了树，练出能判断距离的立体视觉，练出能抓握的手。再然后它们下了树，走进非洲的稀树草原，
站直了身子，把2只手空了出来。最后，其中一只坐在夜里，抬起头，看着满天的星。而支撑你今天能抬起这个头的那一整根脊柱，一节一节往前追，追到最源头，就是当年那条小虫为了保命才撑出来的一根软棒。所以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生命在海里泡了将近40亿年，一动不动，偏偏在寒武纪那短短几百万年里炸开。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外力，它是一连串没有退路的绝境，一脚一脚踹出来的。如果没有24亿年前那场大氧化事件，把老规矩连根洗掉，生命就永远拿不到氧气这种高级燃料。如果没有那场把整颗星球封成冰球的雪球地球，把所有退路一起冻死，单细胞就永远不会低头抱团，多细胞生物根本不会出生。如果没有冰川消融冲出来的那锅营养浓汤，海里的生命就永远长不到肉眼能看见的尺寸，也不会有第一场装甲军备竞赛。如果没有那第一张嘴咬碎和平花园，就没有谁会想到把钙披到身上。如果没有那第一只在3叶虫头上睁开的眼睛，把整片海推进你死我活的明面对抗，我们的这位远亲就永远不会被逼着在背上撑出那根改写了整张生命蓝图的软棒，少掉其中任何一道坎。今天的地球可能还是一片安安静静的浅水，飘着一群没有目标的单细胞，不会有脊柱，不会有能撑起大脑的直立身体，不会有握得住工具的手，也不会有此刻这个正在听这段话的文明。所以有一件事你可以一直记着，大自然从来不会主动给生命任何东西，它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把桌子掀了，然后看谁能在废墟里站起来。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软体到装甲，从黑暗到视觉，最后到那一根撑起高级智慧的脊柱。这条走了40亿年的路上，铺满了失败者的印子。也要说清楚，寒武纪那场爆发到底为什么发生，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氧气、基因、掠食，海水里的钙，几股力量搅在一起，谁都不是唯一的那只手。唯一能确定的是，每一次跃进的背后都站着一场差点把一切清空的灾难。而在那些灾难里活下来的，往往不是当时最强壮最威风的那一位，是那条谁都没放在眼里，什么都没有，只想着赶紧跑掉的小虫。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你要是觉得还不错，麻烦点个赞，也欢迎分享给会感兴趣的朋友，顺手订阅一下，我们下次接着聊。